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麗麗。最近蒙古國那邊出了個事，2個當地人帶着一幫人前闖了中國企業的封閉營地，進去發物資、查護照，跟中國員工發生衝突，全程還開着直播。很多人第一反應是治安問題，或者覺得蒙古國又在搞小動作。但如果你把這件事放到過去1年蒙古國的能源狀態裡看，會發現它不是一個孤立的衝突，背後牽扯的是蒙古經濟結構、中蒙俄三角關係，還有海外中企的安全環境。先說背景，蒙古國這個國家幾乎沒有自己的煉油能力，說出來很多人不信。它成品油大概 95% 靠俄羅斯進口，剩下 5% 左右來自中國。它國內不是沒有石油，但原油採出來以後自己煉不了，長期依賴俄羅斯的煉化體系。2024年以來，烏克蘭的無人機頻繁打擊俄羅斯境內的煉油設施。俄羅斯煉油產能受損以後，開始限制成品油出口。蒙古國一下就緊張了，因為它的加油站、運輸、取暖、發電都離不開從俄羅斯進來的汽油、柴油。油一斷，整個社會運轉都會出問題。蒙古國一邊向中國緊急求購成品油，中國一次性給了大概6000噸，這個量能解一時之急，但解決不了結構性問題。另一邊，蒙古也在推動本國石油勘探，思路是把原油運到中國煉化，然後再拉回蒙古用。中國企業在蒙古那個封閉營地幹的就是相關石油勘探工作，所以這次被強闖的營地不是一個普通的工地，它正好處在蒙古能源焦慮和中國能源合作的交叉點上。事情發生在8月14號，2名蒙古國組織者分別帶人，在沒有許可的情況下闖入中國企業營地，進到中國員工生活區和作業區，發物資、查護照，辱罵衝撞中國員工，干擾正常作業，整個過程還開着網絡直播，對外炒作說中企在侵奪蒙古石油資源，結果就是中方財產受損，勘探作業一度被迫暫停。中國駐蒙古國臨時代辦召見蒙方主要官員，提出嚴正交涉。蒙方這次動作不算慢，捉了2名主要組織者，事情還在調查。現場工作逐步恢復。很多人看到這裡會問，蒙古國經濟那麼依賴中國，怎麼還有人敢這麼幹？這裡頭有一個很擰巴的現象，蒙古出口大約 91% 面向中國，進口約 40% 來自中國。中蒙貿易占蒙古對外貿易總量差不多 70%， 這個比例比加拿大對美國的貿易依存度還高。但經濟依賴度高，並不自動帶來政治上的友好，有時候恰恰相反，依賴越深，一部分的人焦慮感越強，尤其蒙古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一起來，再被外部勢力一挑動，很容易把中國塑造成一個資源侵奪者的形象。這次直播炒作用的就是這個套路。這種情緒不是1天2天形成的。蘇聯時期，蒙古搞過一輪很徹底的去中國化，包括文字改革，把傳統蒙古文改成西里爾字母，從文化上切斷跟中國內蒙古的歷史聯繫。現在蒙古年輕人看傳統蒙古文已經很吃力，而內蒙古還在用傳統蒙古文，這種文化上的割裂是人為製造的。蘇聯解體以後，蒙古經濟一度非常困難，後來靠礦業出口慢慢緩過來，但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也越來越重。這種依賴帶來收入，也帶來心理上的不安。再加上美日等西方國家這些年通過媒體、非政府組織，利用蒙古所謂第三鄰國戰略不斷滲透。所謂第三鄰國，說白了就是蒙古不想只夾在中俄中間，想拉美國、日本這些國家進來平衡一下。這個戰略本身有它的合理性，但也給外部勢力操作反華情緒留了空間。一些政治精英為了構建獨立民族國家秩序，
也願意把中國當成外部威脅來用。其實蒙古國在資源民族主義上栽過跟頭。2012年前後，蒙古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出台了一部限制外國投資的法律，結果外資大量撤離，經濟很快下滑。後來不得不修改法律，重新吸引外資。這個教訓說明，資源民族主義短期能迎合情緒，長期會傷到自己。現在蒙古又面臨類似選擇，如果把中資企業趕走，石鹽勘探和煉化合作中斷，最後油荒還是蒙古老百姓買單。發展差距也是個繞不開的問題。蒙古全國經濟總量大概1800億元人民幣，內蒙古是2.6萬億左右，差了差不多15倍。人口上蒙古360萬，內蒙古2400萬，人均 GDP 內蒙古差不多是蒙古的2倍，更不用說生活便利程度、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這些實質感受。蒙古全國大約1半人口擠在烏蘭巴托，首都周邊很多地方連基本飲用水保障都成問題，冬天還時不時出現牲畜和人凍死凍傷的情況。這種落差放在普通蒙古人眼裡，很容易變成一種失衡感，也容易被政治勢力拿來操作。你可以想象，一個烏蘭巴托的年輕人看到社交媒體上關於中國公司開採資源的短視頻，再配上資源被拿走的文案，他可能不會去查數據，也不會去算中蒙貿易給蒙古帶來多少收入，情緒一上來就信了。把視角切到烏蘭巴托街頭，一個普通上班族冬天要取暖，出門要坐車，油價漲了，出租車價格跟着漲，運輸成本漲了，超市裡的菜價也會漲，牧民更是離不開柴油、抽水、發電、運輸牲畜產品都要用。油荒一來，最先扛不住的是社會底層，那些組織者直播炒作說中國侵奪資源，可他們不會告訴觀眾，中國供應的6000噸成品油在關鍵時刻緩解了蒙古的油荒。情緒是情緒，生活是生活，這兩者之間的矛盾，蒙古國內遲早要面對。但話說回來，這次事件的性質是明確的，就是違法。中方有權要求蒙方依法調查，懲處肇事者，賠償損失，並採取切實措施保障中資企業和人員安全。網上有一種說法，主張通過政治手段強行把人捉到中國來受審，這不符合國際法和外交慣例。真那麼幹了，反而會給對方遞刀子。蒙古國內本來就有一些人想把中國描繪成欺凌者，你越強硬，越容易被他們利用。正確做法是把安全保障跟後續能源合作、投資協議掛鈎，形成制度性約束。比如你蒙古國想繼續讓中國企業參與石油勘探、原油煉化，那就得拿出實質行動保護中方人員和資產，不能一邊要投資，一邊縱容這類騷擾。更得糾正的是那種俄羅斯2次解體後中國佔領蒙古和遠東的言論，這種話嚴重違背中國長期奉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不符合中國官方對蒙古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承諾。中國周邊外交的基本邏輯是睦鄰友好、互利合作，不是領土擴張。地緣政治變動應該促使中國加強風險防範和區域合作，而不是製造新的對抗。有些人喜歡在網上喊打喊殺，覺得大國就該強硬，但真按那套來，周邊國家只會更抱團，中資企業在海外的處境會更難。你想想，一個中資礦產的員工在蒙古偏遠地區工作，如果當地人對中國有領土野心的說法深信不疑，他的人身安全能好得了嗎？往深一層看，蒙古的能源脆弱性其實給中蒙能源合作提供了一個窗口。俄羅斯煉油涉溪受襲以來，蒙古單一能源供應風險徹底暴露。如果中國能推動中蒙跨境能源通道建設，或者支持蒙古建立小型煉油能力，不僅有助於蒙古能源安全，
也能增進中盟經濟紐帶。但這種合作必須透明互利，不能給對方留下資源侵奪的口實，比如僱傭更多本地工人，公開環保標準，利潤分配機制講清楚，這些細節做到位，比單純給錢更能壓縮那種侵奪資源的敘述空間。資源民族主義簡單說就是當地人覺得地下資源是自己的，外國公司來開採就是搶。這個情緒一旦起來，光靠經濟緩助壓不住，得靠利益共享來化解。海外中企的安保和輿情應對也得升級。這次盟方反應算快，但類似騷擾和網絡直接炒作，以後大概率還會出現。中企在蒙古，在別的資源型國家，往往羨慕在偏遠地區，封閉管理，跟當地社區交流少，一出事就容易變成輿情靶子。應該建立常態化的領事保護、安保協調和輿情應對機制，對重點合作項目做風險評估，必要時把安全保障條款寫進雙邊合作協議。這不是小題大做，是給海外項目和員工一個底線保障。企業自己也要調整思路，不能只搞封閉管理，跟當地社區零交流，可以適當僱傭本地工人，跟當地政府、部落、社區簽安全協議，建立信息預警機制，把安保條款寫進合作協議，比事後交涉更管用。從普通人的角度看，這些事離我們並不遠。蒙古油價一漲，當地牧民、跑運輸的、城裡上班的人生活成本都會上去，社會情緒一緊張，中資企業員工的安全風險就上來。中國這邊參與海外項目的工人和技術人員，很多也是普通人，他們離家去蒙古工作，掙的是辛苦錢，遇到這種事心理壓力很大。能源合作如果能穩定下來，對兩邊普通人的收入和生活都有好處。蒙古如果長期能源短缺，區域穩定也會受影響。中國作為鄰國，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未來幾年，中蒙俄經濟走廊需要更多制度性保障。蒙古長期能源短缺，不能總靠臨時買油撐過去。中國可以借助"一帶一路"框架，推動跨境交通、能源管道、貿易便利化這些具體項目落地。通過多邊機制降低單邊依賴帶來的政治敏感。多邊框架有個好處，就是很多事不用中蒙雙邊硬碰硬。俄羅斯、蒙古國內不同利益方也能參與進來，責任和收益分攤得更清楚，反華情緒的操作空間會小一些。蒙古的基礎設施太差，鐵路軌距跟中俄還不一樣，運輸成本高。如果中國能幫蒙古改造鐵路，建設能源管道，蒙古的經濟依賴會更深，但同時也需要制度來保護中方利益。比如跨境能源管道如果建起來，蒙古不僅有了穩定油源，還能收過境費，國內支持聲音會更多。最後說幾句，這次前闖中企營地事件性質惡劣，中方要求依法嚴整肇事者，賠償損失，加強安保，完全正當。但應對方式得理性合法，不能訴諸情緒化或者違背國際法的激進主張。蒙古對華依賴深，心理複雜，中國需要把經濟互利、法律維護、公共外交結合起來，既維護海外利益，也避免掉進以大欺小的敘述陷阱。只有通過制度建設和利益融合，才能在中蒙關係裡贏得更穩定、更持久的合作空間。這個道理放在其他周邊國家身上也一樣成立的。